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P，今天来同大家分享一个 Codex 在运行长任务的时候，如何让它自动的通过语音来对我们进行提醒。首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，这张图片上我运行了一个 Codex 任务，它的时间是1小时23分30秒，在1号位。原则上我们不会盯着屏幕看1小时23分，对吧？比如说我去喝个咖啡，我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，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它只运行了10分钟，然后来到了2号位的，需要你给一个授权，这时候你又恰巧没有看见这个授权，然后你过了2个小时，因为你知道它大概跑1个小时能结束嘛，你过了2个小时回来一看，好家伙，他只干了10分钟的活，然后都在等你。那么最简单的解决方法，我想到的就是在需要授权的时候，让它自己播放一个声音，然后我们电脑响起声音提醒我们，我们回来点一个授权，然后它继续自己跑，然后我们呢继续做我们的事情。这就是这期视频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。OK，接下来我们在 Codex APP 里来演示一下具体的运行情况。首先，我们给了它一个删除命令，然后我们发送这个请求。确认收到新任务，正在按照你的要求处理。在任务开始的时候，它就会有语音提示。正在运行的任务需要你的授权，请看一下。然后它找到了这个文件夹，需要删除的时候是需要授权的，那么就会播放授权的音乐。任务处理完成了，我们下个任务见。任务结束以后，它就会给一个结束的声音播报，是不是很酷？OK，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准备环节。首先，你需要打开 dprt.lab00.com，在这里搜索 Hoax，找到这期视频对应的文章，把它打开。然后你需要知道的是，这期视频里用到的所有的内容，在这篇文章里你都可以找到。我们来大概的看一下。首先 A 部分是相关的脚本，也就是说所有的脚本内容我都列在这儿了，一共是5个脚本。然后 B 部分是用到的3个音频文件，提供了一个网盘的下载链接。我们打开这个网盘看一下，音频在这个 Sound MP3 里面有3个，然后外围的这个就是5个脚本，我同时也放上来了。如果你不想复制的话，你就来这边下载。然后音频实在没有办法直接通过网站的形式下载，所以我就放到网盘了。然后最后 C 部分是一个 OpenAI 官方的 Codex Hoax 的说明文档。好的，这就是准备环节的相关内容。OK，接下来我们来讲一点点理论的知识。Codex Hoax 的生命周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一个 Codex 的任务，它中间会有一些关键节点，通过对这些关键节点，也就是 Hoax 的配置，允许你自动的去运行一些脚本。那我们播放声音就是用脚本来实现的。那么一共有6个生命周期，第一个是 Session Start，就是打开新窗口；第二个是 User Prompt Submit，就是你提交的任务提示词；然后第三个是 Permission Request，就是需要用户授权的场景；另外2个是工具类的使用；最后一个 Stop 就是任务结束。那我们这期视频用到的 Hoax 就是1、2、3这3个 Hoax，分别对应的是我们给 Codex 发送提示词1号位。然后2号位就是说，当比如说需要删除文件的时候，需要我们用户给授权，这个时候就是播放授权的音乐。3号位就是整个任务结束以后，就 stop 这个场景。所以我们用了这3个生命周期的 hoax。OK，接下来我们来结合我们视频对应的文章，来给大家看看怎么实现这个效果。首先，我这边使用的是一个测试类的项目，然后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项目的根目录新建点 codex 这个文件夹，然后在下面分别新建2个文件夹，一个是叫 audio，一个叫 scripts。这些都新建好了以后，你需要新建的第一个文件在这儿，它就是 confirm 这个文件，把它新建进来，然后它的内容就是1.1，把它复制过来。然后新建完了以后啊，不好意思，在这儿就是这个效果，保存。然后你新建的第二个文件就是 hoax.json，这个文件的内容就是1.2，文件名在这儿，你把它复制进来就行。然后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文件，这是这个是 hoax 是最外围的一个结构，然后它是 JSON 结构嘛，里面就是分别对应3个生命周期。
的名称，然后类型就是用 command，就是命令，然后这个 command 的就是代表具体运行的命令是什么，然后超时时间是5，这应该是5秒吧，还是应该是5秒。然后这个 command 我们来打开，简单的看一下。简单的说，它就运行了这个项目的，我们讲的是项目级的点 codex script 这个文件，然后第一个命令是第一个参数是 star， 然后下面是放了一个播放的音频，然后剩下的2个是一样，就是音频名不同和那个参数名不同。好的，这是这2个文件，然后 script 下面你只需要新建一个文件，我是 macOS， 我就新建了这个文件，对应的就是这边的 2.1， 如果你是 Windows 你就新建 2.2， 如果你是Linux 你就用 2.3 这个，然后我就是把 2.1 的这个名称复制下来，在这里新建一个文件，然后把这个名称粘进去，然后这个文件新建好以后，把对应的内容通过复制的形式给它粘进来，然后这个运行的脚本就到位了。然后紧接着你需要做的事就是把3个音频文件下载下来，这3个音频文件在跨个网盘里，然后把这3个文件下载下来，然后放入这个文件夹里。哦，对了，然后这个由于操作系统不同，我在 macOS 下是给了这个文件可运行权限，如果你没有办法运行的话，就尝试给一下权限。好的，到这里所有的配置都结束了。然后在你完成配置以后，有一个点需要注意的是，我把 Codex 这个项目打开，就是说它这边会有一个提示，说的是你的 Hoax 进行了配置，但是你需要人工的去确认才能正常的使用。那么这边点一下 Review Hoax， 这边又打开，可以看到这边有3个我们配置的基于这个 LM004.1 项目级的 Hoax， 然后它都被拦截了，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信任这个按钮，就给它放行，然后再回来，这边提醒就没有了，那么这个 Hoax 就可以正常工作了。OK， 一切都就位了，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。首先在项目的根目录下有一个 Weather12 文件夹，我们给它一个命令让它去做删除。那我们希望的就是收到命令，它播放一个开始的音频，然后删除的时候问我们要一个授权，然后删除结束以后播放一个任务结束的音频。好，我们来开始。确认收到新任务，正在按照你的要求处理。在这里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 Hoax 的表述。正在运行的任务需要你的授权，请看一下。这个时候它让我们给授权，然后进行删除，我们点同意。任务处理完成了，我们下个任务见。在这里看到它的那个 Stop Hoax 是触发的，所以它有显示的一个表示，一共是3个 Hoax。OK，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。首先，今天演示的只是如何在 Codex Hoax 的生命周期里，利用 Hoax 实现不同阶段的音频播放来做提醒。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一个点是，我们做的视频是音频播放，是为了帮助大家快速的理解和入门，但是实质上这是自动化的一个入口，因为它是用脚本来的，脚本你就可以实现无限多你想要的内容。然后通过这个音频播放，大家其实可以拓展到扩展通知、日志、代码检查，甚至我们常用的 Git Auto Commit 自动提交，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。然后这里还想提醒大家一个点，我们的 Codex 文件夹是放在项目目录下的，也就是说我们设置的 Codex 是对当前项目生效的。但是实际上还有一种场景，大家应该想到了，那么就是全局的。我们只需要把相同的内容，跟这个一模一样的内容搬到你用户根目录下的点 Codex 文件夹内，实现用户级的 Hoax， 那么这个 Hoax 就会对你这个用户下的所有的项目都生效。这是项目级和全局级的一个差别。好的，这就是这一期我们透过简单的音频播放来向大家讲解 Codex Hoax 如何实现自动化工作的一个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。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，或者遇到相关问题，欢迎留言。
我们正在录制 Codex 进阶系列视频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个关注。我是 DP，谢谢。